我有点困了，李明。困了？王宇，你看，现在时间还早呢，天还没黑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。是吗？为什么？工作太忙了？也不是，我昨天晚上睡觉以前想找一个故事来听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让人很放松的，可以帮助睡觉的故事。我明白，你说的是睡前故事。对，就是睡前故事。但是我找了很久，都没有找到一个我喜欢的，所以我睡得很晚。原来是这样，睡前故事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你很喜欢听故事吗？非常喜欢，特别是小时候。我也是。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吧，聊一聊故事。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也可以听着我们的播客，安静的睡觉。这个主意太好了，我喜欢。王宇，你刚才说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听故事，是你爸爸妈妈给你讲故事吗？不是我爸爸妈妈，是我奶奶。你奶奶？对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每天晚上我奶奶都会坐在我的床边给我讲故事。她的声音特别温柔，特别好听。你还记得她给你讲了什么故事吗？我不记得所有的故事了，故事太多了。但是我记得那个感觉。感觉？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很安全、很暖和的感觉。外面可能很冷，但是在房间里，听着奶奶的声音，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。有时候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我就已经睡着了。我完全明白，那个感觉比故事本身更重要。对，你呢，李明？你小时候有人给你讲故事吗？有，是我爸爸，但是我爸爸和你奶奶不太一样。哦，怎么不一样？我爸爸也给我讲故事，但是他每次讲完一个故事，都会问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会问，李明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学到了什么？你爸爸像一个老师啊。是啊，他觉得每个故事都有它的意思，有它的道理。所以我小时候听故事，不只是听，我还要想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什么。那也很好啊。你还记得你爸爸给你讲过什么故事吗？记得，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动物的故事。故事里有聪明的动物，也有点笨的动物，有好人，也有坏人。我奶奶也喜欢讲动物的故事。我觉得小孩子都喜欢听动物的故事，因为很简单，也很有意思。没错，简单的故事，有意思的故事，最适合在睡前听。它们不会让你的脑子太累。是的，说到动物故事，我马上就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故事。哦，我们想的是同一个吗？这个故事里是不是有一个跑得很快的动物，还有一个跑得很慢的动物？对，就是那个龟兔赛跑。看来我们想的是同一个。这个故事，我觉得在中国每个小孩子都听过。那我们现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讲一遍这个故事，好不好？用最简单的中文。好主意，我们可以一起讲。好的，那我开始。我们的故事开始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森林里住着很多动物。有一只兔子。这只兔子它有一个特点，它跑得非常非常快。对，它是森林里跑得最快的动物，所以它有点骄傲。
他常常对别的动物说：“你们看我跑得多快呀！”森林里还有一只乌龟，这只乌龟呢，它也有一个特点，它走得非常非常慢。对，它做什么事情都很慢，吃饭很慢，走路也很慢。有一天，兔子看见了正在走路的乌龟。兔子笑着对乌龟说：“乌龟，乌龟，你太慢了，你看你走路的样子，真的太慢了。”乌龟听了，它不高兴，它对兔子说：“你很快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比赛，你可能不会赢。”兔子听了，哈哈大笑。他说：“什么？你说我不会赢？太有意思了！好，我们明天就比赛，让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来看。”乌龟说：“好，明天见。”第二天，天气很好，森林里的动物都来了，小鸟来了，小狗来了，小猫也来了。他们都想看兔子和乌龟的比赛。兔子和乌龟站在起点，一只小鸟说：“预备，开始。”兔子像风一样跑了出去，非常快，一转眼就看不见了。乌龟呢？它也在努力地跑，但是我们知道它跑得很慢，它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前走。兔子跑了很远，它回头看，它看不到乌龟，一点儿也看不到。兔子想，乌龟太慢了，它可能明天早上才能到这里。天气这么好，我想在这里睡一会，我睡醒了再跑也来得及。于是，兔子就在一棵大树下面开始睡觉了。它睡得很香。这个时候，乌龟在哪里呢？乌龟还在路上，它很累，也很热，但是它没有休息。它心里想：我一定要坚持，我不能停。所以，乌龟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它走得很慢，但是它没有停。过了一会儿，乌龟走到了那棵大树下面。它看到了谁？它看到了正在睡觉的兔子。对，兔子睡得正香呢。乌龟看了看兔子，它什么也没说，继续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前走。又过了很久很久，兔子醒了，它睁开眼睛，伸了一个懒腰。它说：“啊，我睡得真好。现在乌龟到哪里了？”它向后看，没有乌龟。它又向前看，它看到了什么？它看到乌龟已经快要到终点了。兔子非常着急，它马上开始跑。它跑得很快很快，比以前更快。但是太晚了。是的，太晚了。就在兔子快要追上的时候，乌龟慢慢地走过了终点线。所以比赛结束了。谁是第一名？是那只走得很慢，但是一直没有放弃的乌龟。这个故事讲完了。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但是现在再说一遍，还是觉得很有意思。是啊，一个简单的故事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。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人，都喜欢在睡觉前听故事呢？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睡觉前听故事就像在睡觉前喝一杯热牛奶一样。哦，像一杯热牛奶，这个比喻很好。
是的，它不一定能解决你白天的所有问题，但是它可以让你的心、你的身体都觉得很暖和、很舒服，可以让你忘记一天的疲劳。我同意，白天我们工作、学习，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，会觉得很累。晚上听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问题，只有兔子和乌龟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，可以让我们的大脑休息一下。不过，王宇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的播客是每天中文，听众朋友们都在学习中文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初学者，他们的中文水平可能还不是很高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听一个完整的故事太难了，我听不懂。我完全理解。李明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学习别的语言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。我觉得读一篇文章、听一个故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你后来是怎么做的？后来我的老师告诉我，开始的时候听不懂是完全正常的。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听懂每一个汉字，而是去感受。感受？对，感受这个语言的声音，它的节奏，它的音乐感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感受那种暖和、舒服的感觉。你把自己放在这个语言环境里，就像在用温水洗澡一样，慢慢的，你的身体和大脑就会习惯它。这个方法很好，先不要有压力，先感受。然后呢？然后可以选择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故事，比如龟兔赛跑，你可以听很多遍。第一遍，你可能只听懂了兔子、乌龟、快、慢，没关系。第二遍，你可能会听懂更多。第三遍、第四遍，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你能听懂整个故事了。那个时候，你会非常有成就感。说得太好了。所以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觉得听不懂，请不要担心，这是学习任何语言都会有的阶段，请放松。像王宇说的那样，先感受，然后重复听。在中国，我们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简单的故事，很多故事来自古代，我们叫它们成语故事。是的，比如画蛇添足、守株待兔，这些故事都很短，也很有名。没错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讲更多的成语故事。米明，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有名的故事，现在我们自己也来创造一个很短很简单的故事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自己创造？对啊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示范，一个专门为今天晚上写的独一无二的睡前故事。好啊，这个挑战很有意思。那我们的故事，主角是谁？我想一想，不如是一只小猫和一条小鱼，怎么样？小猫和小鱼？可是猫喜欢吃鱼啊，它们能成为朋友吗？这就要看我们的故事怎么写了。好，我先来。请。在一个安静的晚上，有一只叫毛毛的小猫，它有白色的毛，蓝色的眼睛，非常可爱。好的，这个晚上，毛毛觉得有点饿，它想吃东西。它走到了一个小小的河边，在河里，它看到了一条小鱼。这条小鱼有金色的身体，在月光下看起来非常漂亮。毛毛看到了小鱼，他想一条鱼，我的晚餐来了。他准备去抓这条小鱼。但是
就在这个时候，小鱼开口说话了。小鱼对毛毛说：“你好，可爱的小猫，你晚上好。”毛毛愣住了，他从来没有听过鱼说话。他说：“你好，你会说话？”小鱼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看到你一个人，你是不是很孤单？”毛毛想了想说：“是有一点儿，我的朋友们都回家睡觉了，只有我一个人。”小鱼说：“我也没有朋友，水里的其他鱼都游得很快，他们不喜欢和我玩。我愿意做你的朋友，但是你是不是想吃我？”毛毛看着小鱼漂亮的金色身体，又看了看它真诚的眼睛，他突然觉得自己不那么饿了。他说：“不，我不想吃你了。有一个朋友比一顿晚餐更重要。我叫毛毛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鱼高兴地说：“我叫闪闪，因为我的身体会发光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毛毛。”毛毛也高兴地说：“我也很高兴认识你，闪闪。”从那天晚上开始，小猫毛毛和小鱼闪闪成了最好的朋友。毛毛每天晚上都会去河边，不是为了吃鱼，而是为了和闪闪聊天，讲一讲白天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的故事讲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，一个关于友谊的温暖的故事，非常适合在睡觉前听。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我们这个新的简单的故事。好了，汪宇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故事的话题，从你奶奶的故事到乌龟兔赛跑，再到我们自己创造的毛毛和闪闪的故事。是啊，感觉时间过得真快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有一个好梦。在结束以前，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总结一下今天播客里出现的一些重要的词语吧。好的。首先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故事。睡觉前听的故事叫睡前故事。我们用听这个动词听故事。然后我们讲了一个有名的故事，叫乌龟兔赛跑，里面有2个主角，一个是兔子，一个是乌龟。兔子跑得非常快，而乌龟走得非常慢。对，快和慢。但是最后，慢的乌龟赢了，因为它一直坚持。我们还创造了一个故事，主角是小猫和小鱼，他们成了好朋友。总结得真好，这些都是非常基础和有用的词。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不只是听了一个故事，也学习到了一些东西。希望如此。那么，听众朋友们，在你们准备睡觉的时候，我们也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喜欢睡前听故事吗？你最喜欢的，或者你还记得的第一个故事是什么？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用你学到的简单的中文，在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，和我们分享。我们很期待看到你们的故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时间不早啊。祝大家有一个好梦，晚安。晚安，下次再见。